乔洛利用周末时间提取了自己的信息素，做成了香囊，这样香囊就能代替他对袁彻进行长久的治愈。乔洛联系了薛燕，约好周一在研究所见，他好把香囊早点给袁彻。所以到了这一天，乔洛格外的开心，他比往常来的还要早。但没想到他到的时候，薛燕已经在那里了。薛燕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来早点，没什么人，比较方便。一旁的飞行器里还有录屏。乔洛点点头，将装了袋子的香囊递给薛燕。麻烦你们了。这有什么麻烦的？这是我们该做的。要说麻烦，也是我们麻烦你。薛燕也不多说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乔洛看着他们离开，然后转身打算进门上楼。然而这时却有人叫住了他。乔洛！乔洛转身看到了一脸不爽的柯月，他知道柯月可能会来找自己，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撞上了。乔洛也不等对方问，他主动解释：柯月，婚约的事情我真的不想。够了，不用你提醒，霍哥哥喜欢的是你，我又不是视力不好看不出来。乔洛，怎么可能？霍云生最讨厌的就是我，你就别在我眼前炫耀了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说完，柯月就越过乔洛，先行进门，途中还撞了乔洛一下。乔洛以为柯月会像之前一样带人来教训他，但却不知道柯月会嫉妒他。可是柯月完全误会了，霍云生不解除婚约，可能顶多又是什么恶趣味。他真不想被迫陷入三角恋，却只能叹了口气。他抬脚向门内走去，这时再次有人叫住了他。乔洛！乔洛回头看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，他长相并没有多么惊艳，但气质却很儒雅温和，微笑着走过来，让人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你是？男人伸出手，程无忧，贝塔，是那位派来帮助你的。你好，你好。两人握手之后并肩走进研究所，所长那边殿下的人已经打好招呼了，一会可能要开一个会，走个流程。乔洛点点头。程无忧继续道，我对你的实验很感兴趣，如果你的药剂能够快速成功研制出来，整个帝国都将受益。乔洛不好意思的抿唇，不过现在的药剂要想达到那个标准还很远，迟早的事。乔洛带着程无忧进了他和何真的实验室，大概介绍了一下之后，何真也来了。何真一进门就抱上了门口的人，紧紧抱了一下之后感觉不太对，抬眼一看，乔洛正坐在椅子上，睁大眼睛看着他。乔洛在哪？那自己抱着的人又是？何真连忙松开手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是。程无忧转身友好一笑，没事，我理解。你好，我是这个项目的新成员。程无忧，贝塔。可能是对方的语气太温柔，何真不由红了脸。啊，你好，我是何真。毕竟何真不知道现在乔洛和太子的关系，也不知道程无忧算是他们自己人，所以乔洛走过来介绍，何真，这是自己人，不用紧张。何真一下就懂了，正好几人收到了开会的讯息，就一块出门开会。如程无忧所说，会议上走了个流程，所长向大家介绍了程无忧。不过此时乔洛才知道程无忧有多么厉害，原来帝国现在广泛使用的最新版 Omega 抑制剂就是程无忧主要参与制成的，只不过那个项目程无忧并没有使用这个署名。从上次起，周围人看乔洛和何真的眼神就不一样，这次更是。这样一个人才就这样轻易分到了乔洛那里，这着实是一种变相的证实，说明研究所有多么重视这个项目。一群人各有所思，不过倒是不敢再轻视乔洛。只是会议结束，柯月又找了过来，我有事要问你，敢跟我来吗？这次是只找自己，但何真却扯了扯乔洛的袖子。乔洛给了他一个眼神，让他不用担心，然后说，可以，事情总要解决，总比让人一直提心吊胆的好。乔洛跟着柯月离开，就算出了什么意外，他的信息素也不是吃素的。乔洛跟着柯月来到了研究所后面的花园，走到隐蔽一点的地方之后，柯月终于开口，你真的对霍哥哥一点心思都没有？我怎么喜欢上一个总是欺凌侮辱我的人？柯月看着乔洛的目光满是审视，确定乔洛似乎说的是真心话。他又道，既然陛下给你们1个月时间，那你就应该让他厌恶你。你现在去找一个 Alpha 当你的伴侣，这样他就不会再总是被你吸引了。尽管见过许多柯月这样的贵族，只在乎自己不在乎别人，但听到柯月这么说还是很无语。抱歉，我不打算随便找一个 Alpha。 柯月，我真的不想和你们牵扯，我只想好好做研究，你们要怎么样是你们的事。你叫我出来说的就是这个吗？如果没有其他的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谁允许你离开了？听柯月这语气，乔洛就知道柯月又要做什么了。他警惕起来，看向周围。柯月开口道，出来吧。一个假山后面，一个 Alpha 走了出来。乔洛，你自己不找，我帮你找。你现在过去标记他。乔洛没想到柯月竟然在研究所就敢这么做，他皱起眉，释放自己的信息素，想让他们知难而退。然而谁知道柯月有所防备，戴上了可以过滤信息素的口罩。他站在远处，就那样看着 Alpha 向着乔洛走去。眼看着 Alpha 虽然已经流出鼻血，但却寸步不退，而且还释放出了信息素。这股信息素格外难闻，像是放臭了的榴莲，杀伤力也很强。乔洛捂着口鼻，见情势不对，拔腿就跑，但却被身高腿长的 Alpha 轻易追上。
感受到衣服被扯住，一条手臂已经环上了他的腰，乔洛心慌无比。Omega 的力量天生不能与 Alpha 抗衡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对方还真的会标记他。乔洛释放了更多自己的信息素，然而那 Alpha 却不顾自己的鼻血，双眼发红，就像是发情的野兽一样，想要禁锢住乔洛。乔洛正要绝望地闭上眼睛，忽然身后的人被拉开，一股冷冽的霜雪气息包裹了他。乔洛怔愣一瞬之后，瞬间眼睛一亮，他转过身，看到了一个长相平平无奇的人，但对方身形高大，周身萦绕的精神力和信息素如同两把利刃，直直朝着对面的 Alpha 刺过去。那个 Alpha 本来也因为乔洛的信息素快支撑不住，现在又被这样强大的精神力和信息素同时压制，一下子就跪倒在地上，晃了2晃之后昏倒过去。而远处的柯月也被影响，他的口罩可以过滤信息素，却不能过滤精神力，他也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。没事吧？乔洛此时也缓过来了，虽然心跳还很剧烈，但袁彻的到来让他安心无比。和袁彻虽然相识时间不长，但是乔洛已经可以单凭信息素或者是那身与众不同的气质，能一眼认出袁彻。而且乔洛还一眼看到了对方腰间的小香囊，那是他亲手制作的，眼里是藏不住的惊讶和欣喜。乔洛不由勾起唇角，没事，你怎么？我不是说过带好信物能够保证你的安全？乔洛虽有些疑惑，但此时满心感激，倒也没有想太多。谢谢你，如果不是你，我现在可能就……乔洛话还没说完，整个人忽然被抱住，感受到对方宽大温暖的怀抱。刚刚经历过绝望的乔洛也顾不得什么身份，直接靠了上去。乔洛想，就借一下殿下的怀抱吧。只这一次，乔洛平日里在假装坚强，但在感受到这样真切的关心后，还是忍不住露出脆弱的一面。Omega 不是一定要有一个 Alpha， 但是 Omega 一定也需要爱。准确的说，任何一个人都想要爱。不知道抱了多久，直到乔洛听到了一个稍显虚弱的声音：你既然有 Alpha， 为什么不说，还让我多此一举？乔洛看过去，发现柯月气呼呼的跑走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抱了袁彻很久，连忙退出袁彻的怀抱。而此时他也发现自己刚刚竟然哭了，那一小片泪痕在袁彻的肩膀处很是明显。他十分歉疚地说：对不起，我的眼泪把你的衣服弄脏了。没事，不用在意这些。袁彻看着眼前眼尾发红可怜兮兮的 Omega， 只觉得心里好像有什么被融化了。他想抬手为 Omega 擦一下眼角溢出的泪水，但抬起手后又怕自己的动作过于贸然，他又拿出一块手帕递给乔洛：擦擦吧，是我疏忽了，没有帮你解决柯月的问题，我保证之后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。可是这个跟你没关系，你不用，现在我们在交易期间，而且你是药剂师，你有很重大的使命。乔洛没再说话，眼前又出现一个手掌，而手掌上方是一颗糖，给你吃点甜的，心情会好。乔洛接过了那颗糖，却没有立刻吃，而是放进了口袋里。他看向袁彻说：我耽搁了你很长时间吧，你快回去吧。没事，我来也刚好要跟你说另一件事，先谢谢你前段时间的治疗和亲手做的香囊，现在我的情况已经比之前稳定多了，我想我们约定的3天1次治疗可以间隔更久，之后5天1次就可以。乔洛眉眼间都是喜意，那太好了，只要治疗有成效就好。不过替袁彻开心的同时，他心底也有些失落，本以为马上又能近距离见到袁彻，但是时间一延长，他们见面的次数就会变少了，就是要好长时间才能见到你。袁彻想着，一个不留神竟然说出了心里话，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，他立刻捂住了自己的嘴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刚刚是想说，偏偏他刚刚说的完整而清晰，现在圆都圆不回去了。乔洛耳根处红了一片，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。袁彻看乔洛这样，倒是被他可爱的反应逗笑，但是他知道自己要是笑出来，乔洛就真的要跑走了。没关系，你可以随时去找我。说完之后，见乔洛还低着头，袁彻也知道他需要自己冷静一下，他不再停留。那我回去了，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要轻易一个人面对。看着袁彻离去的身影，叶舟拍了拍自己的脸，脸颊发烫的厉害，不用照镜子都知道肯定又红成一大片。刚才不敢抬头，就是因为怕袁彻看到自己这个样子。一阵风吹过，吹散了余留的那一些冰雪气息。乔洛仔细在空气中嗅了嗅，眼底闪过一抹留恋。第一次靠近一个 Alpha， 第一次有 Alpha 这样温柔的对待他，护着他，乔洛是心动的。要是别人，乔洛也只会停留在心动这一层面，但这是袁彻，是帝国活着的神话，太子殿下是他敬佩了许多年的榜样。在这样浓厚的滤镜下，和这样好的袁彻相处，不沦陷才怪。乔洛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抬手按在胸前，别跳了，别跳了，人都走了。他已经确定自己是真的喜欢上袁彻了，不过喜欢又怎么样？难道他还敢妄想将这份喜欢让袁彻知道，甚至公之于众吗？袁彻是什么人？他又是什么人？他不过是一个落魄家族，被万人嫌的 Omega， 怎么能配得上众人心中的神话？想到这里，乔洛心间和脸颊的热度一下就降了下去。
他稍显失落的走回研究室，不过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。不过因为跟何真相处了很久，还是被何真看出了些许端倪。乔洛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柯月又欺负你了？他怎么这么混蛋，总是欺负你做什么？何真撸起袖子，要不我们就和他打一架。乔洛按住了他，没事，他没有得逞。什么？他真的做了？一边陈无忧也走了过来，怎么了？真的没事了，有人救了我。他说完轻咳一声，给了陈无忧一个眼神。陈无忧一下子就接收到了，默默转身去干自己的事情。而何真看着乔洛的眼睛，渐渐露出了八卦的神情。有人救你？难道是你上次说的？乔洛点了点头。何真瞬间爆发出一声尖叫，吓得一边的陈无忧手一抖，求求你了，给我说说吧，到底是谁啊？这个现在你真的不能知道，不过以后也许你会知道。怎么还跟我打哑谜呀？看陈无忧正背对着他们，乔洛指了指手腕上佩戴的光脑，用口型说用讯息联系。何真欣喜地点点头，然后两人就一边工作一边开始了聊天。等待试剂准备的时候，乔洛直接给何真发了消息，我喜欢上了一个不能喜欢的人，怎么办？何真，不会就是那个总是帮助你的人吧？为什么不能喜欢？乔洛精简了一些，因为我们差距太大，我配不上他。何真立马发了个愤怒的表情包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，你在我心里没有人能够配得上你。何真开始了讯息轰炸，你看你长得好看，人又好， Omega 里面没几个能当药剂师的，你这样年轻就有了自己的项目，还这样受重视，你这算是全方位满分啊。乔洛不由看了一眼何真，何真给他竖了个大拇指。乔洛，太夸张了吧，我家世落魄，信息素也就算不提那些，比我更好看更厉害的 Omega 也有很多。Omega 如今在帝国虽然地位不高，但曾经在各个领域也出过杰出的人物，以袁彻的身份肯定见过许多比他更优秀的 Omega。 乔洛刚这么想，就见何真又发来消息，但你是独一无二的呀，不要光看自己的短处，也要看自己的长处，而且如果我们的项目能成功，你也会名垂青史，成为一代杰出的药剂师。乔洛看着那条消息，久久没有回神。何真说的不错，如果他真的喜欢袁彻，想和袁彻以后有发展，他思考的不应该是自己配不上对方，而是该想自己怎样才能和对方并肩。他要把自己变得很优秀，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才对。乔洛瞬间心中充满了干劲。好，谢谢讲师这一课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乔洛冲何真笑了笑，然后收起光脑，将注意力放在药剂研究上。他上次获得了灵感，和何真已经做了一些进度，现在有何真的加入，他们分解药材也能更快一些，将配置好的药材进行提取，然后和他们之前制作的药剂融合，这就是他们的2代药剂。接下来接连几天，三人都在实验室忙得不可开交，只想着越早研制出来越好。经过了多次实验，确定了药剂的效果，三人的心情都格外愉悦。乔洛第一时间就想告诉袁彻，刚好要到袁彻说好的5天。乔洛回家洗漱了一下，打算以最好的状态去见袁彻。浴室里，乔洛还特意用了一款清新的沐浴露，洗漱过后挑选半天，选了一套平常很少穿的花纹较为繁复的衣衫。然而今天不管是薛燕还是陆平，都迟迟没有人联系他。几乎天黑后，乔洛才收到了薛燕的消息。薛燕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殿下忽然有急事要外出，刚才差点忙不过来，这才脱身来联系你。你这次就不用来了，殿下应该没问题。乔洛打了好几句话，但是想了想都不太合适，最后还是只发了一句好的。看了一眼自己的全副武装，乔洛轻咳一声，幸好没有人看到，不然还有点尴尬。不过既然是这么紧急的事情，殿下那边真的不会出事吗？乔洛换了睡衣，在跟袁彻的联系界面上停留了好久，联系了怕打扰到袁彻，但是不联系又很担心，直到很晚乔洛都没有睡着，最终犹豫了半天，他还是没有打扰袁彻，只是刚关闭了光脑，他就收到了一条讯息。再次打开光脑，乔洛看清上面的显示时，心里骤然一跳，是袁彻，不好意思，没来得及联系你，最近可能要很忙，我们下次见。乔洛激动的赶忙回复，没事没事，不过你真的没事吗？刚打出去，乔洛就后悔了，想要撤回的时候，却看到了袁彻的回复，是有点事，不过你送的香囊帮助了我。乔洛这下彻底放心，那就好，那你有时间就早点休息吧，别太劳累，你也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乔洛向来觉得晚安这个词很温柔，他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，也回复晚安。之前是因为担忧所以睡不着，这下乔洛不用担忧袁彻了，但却又因为激动睡不着，他闭着眼睛翻来覆去，不知道多久之后才迷迷糊糊的入睡。而另一边，袁彻也盯着光脑上的消息看了很久，不光是乔洛想见他，他当然也是想见乔洛的。本来已经准备好了乔洛爱吃的东西，还有一些小礼物，就等着乔洛来，却没想到上一次的虫族偷袭中竟然查到了叛徒，所以他立刻动身暗中前往，一直忙到深夜，也只得到片刻休息。虽然精神紊乱已经好了一些，但发作起来到底还是难受的，脑海里传来阵阵疼痛，让他开始想念乔洛。
但想到乔洛，又想到了乔洛的信息素，他紧紧握住乔洛送给他的香囊，放在鼻尖深深吸了一下，但还是不够，身体里的某种冲动越来越难以克制。袁彻不由自主想到了那天自己压制住乔洛时看到的那张脸，红晕布满了脸颊，眼中盛满了湿润的雾气，还有那双红润的唇瓣，像是在邀人采撷一般，诱惑至极。火焰腾的一下望了起来，袁彻的脑海中欲望暂时占据了上风，驱使着他为自己寻求慰藉。那个满是乔洛信息素的香囊就这么被袁彻拿着，充当了某种工具。以前乔洛一个人不觉得无聊，但是因为近段时间接触的人变多，这次袁彻不在，他反而觉得格外孤独。所以虽然是周末，但他还是去了研究所。不过没想到过去的时候发现陈无忧也在。你今天怎么也来了？陈无忧正在配置药材，闻言说道，反正在家里也没什么事，就想着过来再做几遍实验，看有没有哪里可以优化。陈无忧虽然和他们一起工作没几天，但却很专业，如果没有陈无忧，他们的药剂研制出来还要再等一段时间。乔洛点点头，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你吃早饭了吗？我带了一些自己做的饼干，要尝尝吗？陈无忧刚好配好了药材，他卸了手套，用凝胶消了一下毒。虽然我吃过早饭了，但是你的饼干看起来很香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没事，随便吃，还有很多呢。两人一边吃一边聊了药剂的研究方向，他们自己倒是聊得很自然，但看在别人的眼里就不一样了。自从上次在议事厅面对解除婚约他犹豫了后，回到家里就被霍上将训了一顿，甚至还受了家法，实心的木棍一下下打在他身上，还不允许他用治疗仪治疗，所以直到前几天才休养好。随后他在家里不小心听到了父亲和母亲聊天，得知柯月又差点伤了乔洛，所以今天他算是偷跑出来想去看看，只不过到了乔洛家发现没人，就想着来研究所看看，没想到正好看见了这一幕。霍云生不承认自己对乔洛感兴趣是因为喜欢，但他也不会允许自己名义上的未婚夫和别的男人在一起相谈甚欢。但这次他没有轻举妄动，愤怒和某种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嫉妒让他已然忘了自己才挨过的打。他回头叫了几个总是跟他一起玩的贵族公子哥，等人到了，他才带着人一块来实验室。玻璃门内，乔洛看见外面的霍云生时，脸色骤然就变了，而他这么一变，霍云生的怒气更是加倍，和别人聊天就一脸笑意，看到他就这样避之不及。乔洛正要出门，陈无忧拦住了他，没事，你别出去，我来。他是霍云生，估计又是来找事的，我怕你。陈无忧轻笑一下，放心吧，你不会以为殿下真的只是派我来当你的助力的吧？我的精神力也不差。陈无忧不说，乔洛还真的没想到这一层，他心里流过一阵暖意，没再妄动，静观其变。陈无忧出了门，对上了来势汹汹的霍云生。做什么？不会是想打砸实验室吧？你是什么人？看不出来吗？药剂师。陈无忧平日里一直都很温和儒雅，但对上这种人就多了点不耐。霍上将虽不及当年的太子殿下，但也是守护帝国的英雄，怎么就养出你这样的孩子？上将的儿子却不能被称为少将，你猜猜是为什么？霍云生没想到这个人竟然敢这样顶撞在他的痛处。霍云生这个老来子被家里宠着长大，对他来说他就没有做错过什么，错的全部都是别人。他骂了句粗口，然后道，你懂什么？谁说上将的儿子也要上战场？你们快用精神力攻击他！霍云生话音一落，他连同他带来的人一齐化精神力为刃，向着陈无忧射去。然而本来预想的陈无忧求饶的画面却并没有发生，反而是他们瞬间感觉到仿佛有一座山向他们压下来，逼得他们腺体刺痛，双腿发软。要不是霍云生及时扶住一旁的墙壁，他可能就真的跪了下去。他震惊地看向陈无忧，这样强悍的精神力竟然只是一个贝塔药剂师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陈无忧收了精神力，看着霍云生的表情，开口道，怎么觉得我只是一个贝塔，不该有这么浓厚的精神力？什么时代了，还学不会与时俱进吗？再不清醒点，以后别说贝塔，Omega 你也比不上。说完，陈无忧转身进入实验室。乔洛正要松一口气，却见霍云生刚刚恢复力气，握着武器就向他们这边冲来。乔洛也是一时情急，直接释放了超高浓度的信息素，而霍云生也像那次一样，虽然没昏过去，但瞬间倒地，鲜红的血液从鼻腔里汩汩流出。乔洛见人都倒了，连忙收了信息素，但这种浓度也不是随时都能散。好在陈无忧是个贝塔，不受信息素影响，不然还得连累陈无忧。他进实验室拿了纸递给了躺在地上的几个魂不吝的 Alpha， 帮他们堵住鼻腔后，也忍不住开口，霍云生，刚刚我同事说的话，你是真的当耳旁风了？内心没有一点触动是吗？乔洛居高临下看着霍云生，你可以不选择当少将，甚至可以游手好闲，但你至少不能只知道按着自己的性子来，肆意欺凌别人。你父亲一世英名被你毁了大半，你心里难道不歉疚吗？作为一个 Alpha， 不想着做出一些成就，承担起肩上的责任，看似很多人追捧你，你以为他们真的是因为你厉害才跟在你身边吗？乔洛看了一眼另一边的几人，语气冷淡，我跟你无亲无故，不会再多说什么。
只希望你能清醒一点，不要再这样流氓做派。说完，乔洛就进了实验室，这次还拉上了百叶窗，遮挡了外面的视线。先一步进去的程无忧看着乔洛，眼底微微有些惊艳。他本以为殿下看上乔洛，不过是因为惜才，所以他并不觉得乔洛配得上太子妃这个位置，但没想到乔洛竟然还有这样一面，冷静坚毅，像一朵冰雪中盛放的神圣的药草，倒是比他想象的要更为像一个太子妃。门外，霍云生倒在地上，迟迟没有起来，他的脑海中不断循环着刚刚乔洛训斥他的那些话，他深刻的记得乔洛的神态、语气，冷冰冰的，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感觉，莫名让他心里一动。身边跟着的跟班来扶起他，霍少爷，您没事吧？这两个人，要不我们再找机会对付他们，尤其是那个 Omega， 找个 Beta 把他上了，看他还滚。霍云生站好之后，直接推开了他们，不要动他，你们要是敢动他，小心我不顾情面。跟班面面相觑，识趣的闭上了嘴。霍云生深深的看了一眼实验室，眼底是更为浓厚的兴趣。霍云生离开之后，一个人从角落里走出来，强大的精神力让他只用躲在这里就相当于可以隐身。袁彻终于处理完了叛徒的事情，想要过来看看乔洛，但是没想到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乔洛训斥霍云生的样子真是格外的可爱。不过有程无忧在，他也不适合进去了，反正马上他们就可以再次见面。随即袁彻转身离开。算起来，这次是第3次乔洛给袁彻进行精神力治疗，不过这却是他们第1次面对面。这次不像之前他和袁彻中间有一扇屏风，而是他们直接面对面。只不过为了保证袁彻不会发狂，不会伤害到他，所以袁彻几乎是被五花大绑，手腕和脚腕被铁链牢牢地锁在椅子上。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乔洛看着就难受，但袁彻却摇摇头，没事，不然怕失去控制。你那边有一个按钮，看到了吗？如果感受到了我的精神力控制，就可以立刻按下那个按钮。薛燕和陆平他们会马上进来带你走。乔洛点点头，那现在我开始了。袁彻朝他微笑点头。乔洛揭开了信息素隔离贴，开始释放自己的信息素。这次没有了阻挡，他亲眼看着袁彻逐渐变化的反应。随着信息素的浓度由淡变浓，袁彻的反应也越来越大，由一开始只是脸颊耳根发红，到之后呼吸不稳，因为忍耐，袁彻的额头和手臂上都青筋暴起，他眼睛发红，也被乔洛勾着释放了信息素。乔洛进来之前身上被喷了信息素阻隔剂，所以可以暂时不受袁彻信息素的影响。因为不能做到想做的事情，袁彻开始挣扎起来，感受到了身上的束缚，他开始利用精神力。乔洛本该在这时候按下按钮，但鬼使神差的，他看着满头是汗的袁彻，忍不住开口，殿下别激动，冷静下来，我就在这里，不会离开的。乔洛的声音很轻，但却清晰的传入了袁彻的耳朵里，他似乎真的有片刻清明，主动收了精神力。只不过袁彻那双湛蓝的眼睛一直死死的盯着乔洛，平日里温柔的眼神此时像极了荒原上的野兽，尤其是狼。乔洛就像被锁定的猎物，不过不同的是，乔洛可以跑，但没有选择跑，他主动靠近了狼，用自己安抚着他。乔洛的信息素受袁彻的影响，充满了安抚的意味。袁彻本来可能会发生的狂暴，竟然就这样被他缓缓压制了下去。信息素的释放并没有停止，乔洛用自己的信息素温柔地包裹住了袁彻，而袁彻虽然没有失去控制，但眼神却一直一错不错地看着乔洛，直到治疗结束。等到房间内的信息素渐渐散去，薛燕和陆平进来，看到袁彻身上完好的禁锢，薛燕还微微惊讶。趁着这会儿袁彻还在闭目养神，疏导自己的信息素，薛燕把乔洛拉到一边，悄声问他，刚刚没有发生什么吧？殿下没有失控吗？乔洛摇头。薛燕直接给乔洛竖起了一根大拇指，不愧是你，只有你才能镇得住殿下。乔洛轻咳一声，只是巧合，要不是他的信息素刚好能够治愈袁彻的精神力，他哪里有机会和太子殿下一直交往到现在。薛燕却眼神意味深长，不过他并没有多说。他们帮袁彻解开了束缚，又端来了一些水和食物，才再次离开。房门被关上，乔洛和袁彻面对面坐在沙发上。刚刚你有点冒险了，你不怕我用精神力震开束缚，伤害到你吗？袁彻清晰地记得自己那时候的感受，他像是被分成了2个人，其中一个他强力地压制着自己身体以及内心的欲望和冲动，另一个他则是疯狂地叫嚣着，想要把近在咫尺的人揽进自己的怀里，按在身下。他和另一个自己博弈，眼看着冲动要掩盖理性，他紧接着就看到乔洛向他走来，那股原本充满魅惑的信息素变得温柔而充满安抚，让他的内心和身体都渐渐平静下来。其实他自己也不可思议，乔洛竟然能影响他到这个地步，这就是 AO 之间的吸引吗？当时我只是看着你太难受了，所以就想着试试，确实是有点怕，但是我觉得那样应该可以。乔洛清澈的眼神带了些小心翼翼，像是某种小动物，可爱又惹人怜。袁彻瞬间就知道，这不只是 AO 之间的吸引，如果是另一个 Omega， 恐怕他根本不会将这个交易做到这个程度。
甚至是不做这个交易。袁彻神态认真，下次还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才行，我这边没关系的。乔洛无意识的撅了一下嘴，小声道，我也没那么脆弱。袁彻被他逗笑，不是说你脆弱，只是我怕自己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。如果你受伤了，我不止后悔，还会难过自责，因为你很重要。乔洛微微睁大眼睛看着袁彻，他刚刚没有听错吧？袁彻说他很重要，那3个字在乔洛的脑海里一直循环，让乔洛的心跳越来越快，尤其再加上袁彻那双湛蓝的似乎写满了深情的眼眸，于是他再次没出息的脸红了。他在心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袁彻说他很重要，应该指的是他的药剂师身份，还有他的项目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如果还有别的，乔洛不敢再多想，只拿起了一小块车厘子慕斯，一小勺一小勺的送入口中。袁彻看到了乔洛的不自在和羞涩，他也没再多说。不过现在他很确定，不管是自己还是乔洛，也许都对彼此有些心动。为了不让乔洛想钻地洞，袁彻转移了话题，你之前给我的2代药剂样品，我已经给找人试验过了，效果确实要比上一次更好。不过这次虽然持续时间长，但见效会更慢一些。说到这个，乔洛立刻严肃起来，他点点头，认真记在心里。我们也发现了，我们找到了一些攻克方向，这次来也正好要向你汇报。我们缺一些研究所里都没有的珍稀药材，而且如果有治愈力更高的 Omega 能够配合我们，就更好了。袁彻挑眉，这不难，你们缺什么就告诉我，我会有方法帮你们拿到。现在乔洛的时间几乎全部投入进了实验室，不过不只是乔洛，何真和程无忧也没有闲着，3个人几乎每天都是研究所内到的最早的人，堪称劳模典范。去食堂吃饭只用15分钟，甚至有时候忙起来都只用营养剂代替了。这天乔洛正在实验室忙活，刚闲下来的时候，他看到了袁彻1个小时前给他发的消息，他连忙回过去，不过对方却没有应答。这时候他突然听到实验室的门被敲响，抬眼一看，透过那道玻璃门，他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平平无奇的脸，竟然是袁彻。我去开门。乔洛拦住了要开门的何真，没事，这个人我认识，我来。乔洛越过何真，开门出去。何真愣了愣，还从来没见过乔洛这样，到底是谁啊？他正想走近看看，却再次被另一个人拦住。程无忧也认出了那是某位太子殿下，所以自然要拦住这个可能会影响某对未来情侣约会的何真。你来看看我这边的仪器，这个分离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何真被拉了过去，也没时间去注意门外的乔洛和那个陌生人。乔洛看到袁彻，脸上是显而易见的欣喜，因为已经见过几次，所以他也不会再脱口而出的叫殿下。你怎么来了？袁彻将一个箱子递给他，这里面是你要的药材，还有顶级治愈力 Omega 提取的信息素。乔洛虽然知道袁彻肯定能将这些东西找到，但没想到会这么快。你这也太快了。虫族那边确实蠢蠢欲动，所以药剂的研制刻不容缓。乔洛点点头，你放心，有这些东西在，我们的实验一定会有很大的进展，不过也要注意身体。袁彻又道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包装精致的小方盒，这里面是糖，酸酸甜甜的，你应该会喜欢吃，感到疲倦的时候吃，可以提神醒脑，缓解疲劳。乔洛接过糖，谢谢，我这次过来除了要说这些，还有其他的请求。什么？可以再送我一个香囊吗？袁彻继续说道，上次发生了一点意外，我把香囊拿去清洁，但是清洁过后，里面的信息素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哦，这个啊，我明天就可以给你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乔洛摇头，不麻烦，不麻烦，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真的很开心。乔洛长得清秀，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，很有少年气。袁彻也不禁被他感染，勾起了唇角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们下次见。下次见。乔洛站在原地看着袁彻离开，直到看不见袁彻的身影，才转身回实验室。谁知道门一开，何真和程无忧竟然都站在那里，两方直接来了个脸对脸。乔洛、何真和程无忧。程无忧啊，我们就是站在这里伸展一下，什么都没看见。何真，对对对，我伸展一下。说着，两个人还做着动作，但很明显，乔洛不信，他们自己也尴尬的做不下去了。乔洛将东西放在桌子上，将装糖的盒子放在口袋里，反正也没得装了。何真再也憋不下去，他拉着乔洛问，乔洛，那位是不是就是你那位靠山，你抱上的大腿？乔洛看了一眼程无忧，程无忧轻咳一声，仰着脖子继续做拉伸。乔洛，是那位。说完，他就顺势捂上了耳朵，而紧接着何真的尖叫声就来了。啊，乔洛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认识的？你们不会已经互相表白，你有男友了吧？乔洛被呛了一下，哎呀，没有，还没到那个地步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，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，不就是以后会吗？我懂。说完，何真双手相扣握成拳。啊，真羡慕啊，那样一个实力强大的 Alpha， 谁不想拥有啊？我也好想有一个 Alpha 能够保护爱护我，可是大多数 Alpha 都是狗，找不到啊。何真抱住乔洛开始假哭，乔洛抱住了何真，对上了程无忧的目光，骤然脑子一抽，将何真推给了程无忧。
陈无忧和何真都愣住了。乔洛哈哈一笑，那个，你帮我安慰安慰何真，我得继续去看药剂了。何真，他仰头看到了比自己高一头的陈无忧的下巴，沉默了一下之后，连忙离开了陈无忧的怀抱。是，你说的对，我们还是赶紧工作吧。然而几人刚回到各自的位置上，实验室的门再一次被敲响，他们同时回头看去，这一次是柯月，于是他们就像没看到人一样。反正这门自从上一次就安装了更坚固的密码指纹锁，只要他们不开门，柯月也进不来。然而这实验室隔音效果却没那么好。乔洛，我这次是来道歉的，你开门。我不知道你有男朋友，真的，你要是说了，我就不会那样欺负你了。实验室内安静了一瞬，下一秒，何真去开了门。